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期嘅財經坦白講，我係阿奴，我係 Simon。咁熱月啦，嚟到2月啦，咁2月1號發生嘅第一件事就係呢個加關稅，終於嚟啦，係啦。咁特朗普咧就宣布咧，同呢個墨西哥同加拿大咧就都係加咗25%嘅關稅，咁就同中國咧再加10%嘅關稅，咁令到個外匯都即係波動好大。我哋可以睇一睇個人民幣啦，咁就本身1月尾咧就7.28嘅，跟住就貶值，即係2月1號出咗呢個關稅之後咧，就差唔多貶值到7.37，接近7.37啊。咁而家中方咧就出咗呢個反制嘅措施咧，咁就又再呢個升翻去7.28。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關稅咧唔係淨係影響呢一段時間啊，有一個長遠嘅影響嘅，係啦。咁你點睇今次佢加關稅對成個市場嘅影響咧？關稅一定好大影響㗎。你而家先唔睇中國先啦，先睇今次最焦點嘅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先啦。你如果成個關稅嚟講，點解啲人咁驚呢？即係話墨西哥同埋加拿大都驚呢，就係因為佢哋對美國嘅出口啊，佔咗係非常之高嘅。墨西哥對美國嘅出口差唔多佔咗80%，而加拿大都佔咗70%。基本上，但係你調翻轉頭呢，美國對墨西哥嘅出口啊，同加拿大嘅出口呢，都係唔夠20%。大家就算互相制裁咧，都係一個唔平等嘅，即係大家一齊加關稅都唔係一個平等嘅。咁你對根據德國 IFO 嗰個統計啦，咁嗰度基本上對加拿大啊同墨西哥嘅出口嘅損耗啊，其實如果真係加咗25%關稅咧，係差唔多可以令到佢哋跌20幾30幾個%。咁呢樣嘢係非常之大嘅喎。咁而現時啦，特朗普佢主要所講嘅就會係非法移民問題啦，同埋芬太尼問題啦。呢兩個問題都係喺美國國內咧非常之受到關注嘅，所以佢而家係首先要處理嘅問題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佢都係揸住呢個做武器啫，咁就要你解決啦。而最後尾你都會睇到啦，墨西哥、加拿大最後尾都係會。其實佢唔係要你真係加你關稅啊嘛，佢要你聽話啊嘛，咁咪啲人肯幫手去增加1萬個兵喺邊境嗰度阻止啲非法移民啊，同埋阻止毒品流入美國啊，咁其實就已經達到佢嘅目的㗎啦。我覺得佢呢一招都幾犀利喎，即係話加25%，跟住即刻加拿大同呢個墨西哥就我哋真係會幫你去處理呢個邊境問題同毒品問題，跟住就推遲1個月執行呢個關稅，所以呢個月咧佢哋可能仲會有一啲即係商量咁樣去傾呢件事，咁唔知到時係咪1個月之後呢個關稅真係會生效定係點？我哋唔知，但係我覺得佢呢一招即係好已經有個效果喺度咯。唔係，你同特朗普談判好難搞嘅一樣嘢呢，就係佢呢其實係一個即係可以講係反口最多嘅總統嚟嘅。係啊，因為你睇佢上台之後，佢講咗佢嗰度，啲人問佢2月1號係咪真係生效？佢話一定生效。咁而家有冇生效到呢？咁又已經係可以冇生效到。係啦，冇生效到，但係冇影響到佢嘅談判嗰個作用嘅。咁你要知，首先你要知道佢講嘅嘢同埋佢背後嘅目的係咩咯？你話非法移民呢個只係第一步啫。咁佢要解決嘅。咁唔係淨係芬太尼，唔係淨係非法移民啊嘛。咁你喺度咁呢一 part 你就可以
你可以睇下佢下一步啊。下一步就係啲貿易問題啦。貿易問題嘅話咧，咁就亦都要個範圍就會大好多啦，唔係淨係國內佢嘅行政可以解決到啦。所以我覺得而家特朗普呢幾招出咗嚟都幾強勢嘅。首先，因為佢其實佢加關稅呢樣嘢係唔需要通過即係國會去批准，佢淨係簽字就可以即刻行政命令就可以生效。咁其實佢好 flexible 喎，佢話想幾時加就幾時加嘅。咁呢個令到呢個加拿大、墨西哥都有啲難搞嘅。其實因為其實頭先你所講啦，因為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咧，即係出口呢個美國佔比太高，所以其實佢哋受到嘅影響咧係遠遠大過對中國嗰個出口嘅影響嘅。不過你睇翻咧，其實佢個關稅咧，佢嗰度話係25%啦，但係其實佢對加拿大嗰個入口嗰個加嗰個咧，只係10%。其實佢真係好有目的性嘅，就唔係真係亂嚟咁樣，就定一個25%。佢係所有嘢，就算真係加咗，佢有條後路嘅。你就算真係加咗咧，佢對個影響最核心嗰樣嘢能源嗰度咧，係啦，佢個影響都唔會真係傷到自己好重傷嘅。係，不過有一點咧，我想同大家提一提嘅就係，好似今次加中國係加10%，但係實際上咧，因為2018年、2019年個貿易戰已經開始咗㗎，其實嗰陣時已經平均加咗中國啲商品就係平均差唔多加咗18%左右㗎啦。咁今次再額外加10%咧，其實就差唔多平均去到28%，其實係高過呢個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嘅，因為加拿大、墨西哥之前基本上係零關稅㗎嘛，佢哋，所以其實呢一點咧就睇一睇，大家唔好覺得好似中國加少咗，中國加多咗呢個墨西哥同加拿大，其實唔係嘅。但係咧，其實另外一方面睇咧，就係中國咧，其實佢銷路係好多元化嘅。就唔係你即係雖然呢個出口美國嘅嗰個量都唔少，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去 buy 中國嘅 product 啊嘛，世界工廠嚟噶嘛。咁其實對中國嘅 GDP 嘅影響可能係3%以下。咁但係對呢個墨西哥同呢個加拿大可能長期咁樣嘅關稅去執行嘅話咧，其實可能會佢嘅經濟可能會跌10幾個%都唔出奇。係啊，所以其實你而家加拿大最大個問題係咩？加拿大最大問題係杜魯多辭職啊嘛，咁個國會亦都停咗。咁而家呢段時間咁就係杜魯多可以講杜魯多嘅垃圾時間啦。咁其實佢有幾多會即係佢做緊嘅嘢就係唔好影響到佢自己同黨即係黨友嗰啲選舉啊嘛，之後嚟緊10月選舉嗰啲情況嘅啫。咁所以佢有幾積極去處理特朗普嘅問題咧？咁呢個加拿大就要再睇睇啦。但係而家加拿大咧都揭起咗好多嘅民族主義啊，因為嗰個對美國嘅欺壓咧都非常之大家好反感啊。係啊，都提倡咗即係話唔買美國貨呢個情況。係啊，寧願貴啲買國貨。咁其實我覺得嚟緊個加元都仲係會有好大波動，因為其實而家都未有一個確實嘅結果。你睇下佢加關稅就呢個美金跳升啦，跟住佢話跪低就延遲1個月，咁又個 rate 又跌翻落嚟。咁我覺得呢一段時間可能呢個加元個波動都會比較大嘅，同埋就係長遠嚟講咧，其實美國咁佢假設佢真係加咗啦，咁其實佢個通脹可能會反彈喎。
唔係呢個佢預咗㗎啦，呢個。但係你就算係通脹反彈嘅時候，咁美國而家個減息嗰個都遲咗，都遲緩咗啦。咁其他非美貨幣都喺度進行緊減息啊，除咗日本嗰啲，係啦。咁佢哋個息差都會越嚟越大。基本上就如果你話今年上半年啦，個焦點都仲係喺歐元度、美元度嘅。咁嗰個美元強勢係可以肯定嘅。咁其他非美貨幣都係以最主要嚟講都係以沽為一個主要策略㗎啦。咁其實睇下特朗普今次呢個關稅對之後個通脹究竟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彈得好犀利咧？如果彈得好犀利嘅話，咁其實呢個降息係唔知幾時先降到咯。另外都睇一睇咯，因為你都會見到好多國家都開始要靠邊站啊，出現咗。你睇下即係你巴拿馬嗰邊就運河嗰度都係即刻就話要退出一帶一路啦，咁樣係啊。呢啲位係完全好影響到即係話成個即係話世界個佈局嘅。咁呢啲我哋都要密切留意翻嗰個係咯。今日就同大家討論到呢度啦，唔知大家對呢個特朗普加關稅有啲咩嘅睇法呢？都歡迎大家留言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